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1季前情提要。沃特集团有一种药剂叫做5号化合物，婴儿注入后大几率会拥有超能力，而成年人大几率会死亡，小部分也会成功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对沃特都是百利而无一害，因为他们就是靠着超人类赚钱的。名下的超级七人组让沃特赚得盆满钵满，可这群超级英雄的背后嘚儿啦肮脏。8年前，波切尔应妻子贝加之邀来到了沃特的圣诞宴会。贝加是集团高级主管，平日的主要工作就是运营祖国人的推特账号，粉丝真假难辨。祖国人希望明天贝加能和自己单独聊聊工作的事儿。社交媒体方面，祖国人很不在行，贝加有些受宠若惊，立刻答应下来。他和波切尔都没有想到，之后的事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贝加第2天就失踪了，直到 CIA 前副局长马洛里找到了波切尔。监控显示贝加遭到了祖国人性侵，自从那天后整个人就消失了。为了向祖国人发起报复，波切尔化身屠夫，拼死对抗超人类。可事与愿违，因为点灯人的事件，他和马洛里的合作到此结束，祖国人始终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。这一切终于在8年后的今天有了改变。凡人队查清了5号化合物的真相，并且手里还握有一瓶样本，只要曝光此事，沃特集团定会遭殃，而那些实验室产物的超级英雄也会被世人唾弃。于是波切尔找到了 CIA 现任副局长苏珊，只可惜合作没谈拢，对方根本不敢惹这群变态，团队陷入了步履维艰的状态。就在此时，休伊和七人组成员星光谈起了恋爱，这让本就讨厌超人类的布切尔皱起了眉头。他一路跟踪兄弟，发现他们还开了房。楼上的休伊歪比八婆跟星光、安妮无话不说，除了自己现在的工作和透明人之死，双方甚至都打算见家长了。休伊鼓起勇气回到了小队，向老大波切尔提出了辞职。他不想继续下去了。别人不知道，波切尔还能不知道吗？休伊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安妮。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，兄弟俩大吵一架，可是他们不知道新的风暴已经出现。之前联络的心灵感应超人类梅兹莫出卖了他们，把情报如实禀告了祖国人。他这才想起了波切尔是谁，只是轻蔑一笑。祖国人召开了会议，当安妮看到休伊的照片时，人都傻了。他接触过的休伊并不像是个坏人。紧接着，祖国人拿出了另一张照片，火车头也想起了这个家伙，因为就是他撞死了洛宾。安妮目瞪口呆，连忙替休伊辩解，可他曾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帮过休伊，这一点根本解释不清。成员们纷纷投来了敌视的目光。如今超级七人组只剩5个。透明人挂了，深海被安排出去避风头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安妮的加入。祖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安妮是内鬼，梅芙站了出来为他解围，他愿意监视安妮之后的行动。祖国人卖给他了一个面子，而他从头到尾没有放出过布切尔的照片，这是属于他们之间的恩怨，放到明面上只会让自己失去话语权。这时再回到安全屋，休伊接起了父亲打来的电话，另一头却响起了火车头的声音。布切尔几个人都意识到了麻烦，立刻部署了救援计划。他们开始怀疑是谁告的密。安妮是布切尔想到的第一个人，但很快就被母乳否决了。安妮从未见过母乳又或者洗梅子，怎么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呢？那嫌疑人就只剩下梅兹莫这个沙滩之子了。休伊赶回了家中，自己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面对火车头根本不屑。火车头在确定休伊没有帮手后打算灭口，而休伊反手掏出了5号化合物，并表示你要是敢伤害我父亲一根汗毛，我外面的兄弟会曝光一切。父亲从未想过儿子会这么有种，为了不拖累休伊，他先行离开了房间。火车头被逼得濒临崩溃，他想起了魔爪女，把死亡怪在了休伊的身上。撞死洛宾是他的无心之事，而魔爪女的死完全是被利用的。他不知道喜美子已经悄悄地摸进了房间，一棍子敲断了火车头的大腿骨。休伊淡定地从他眼前离开。此时母乳也在安排家人避难，他的所作所为引来了妻子强烈不满。避难可以，但以后就没有以后。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梅兹莫已经被布切尔盯上了。幸好他当初在梅兹莫身上留下了追踪器。梅兹莫惊慌失措，抱头鼠窜，布切尔却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，每踏出一步都是在为梅兹莫倒计时。最终在厕所里逮住了这个家伙，道歉投降，以命效劳。梅兹莫绝望地求饶，但布切尔根本不会停手。他拎起梅兹莫的头，利用对方的心灵感应宣布了自己的杀意，随后用力地砸向了洗手池，直至梅兹莫的头颅变得稀碎。七人塔里，梅芙一直在安慰着受伤的安妮。她发现安妮和其他成员不一样，拥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而且从不去争夺名利。梅芙说自己也曾经遇到过一个爱人，想着结婚，想着远离沃特，可她发现自己做不到。身为超级英雄的他们，唯一的软肋就是亲密之人。梅芙建议让安妮放下过去，只是她从来没说自己的爱人也是她。
凡人队和家属组随时会面临弃人组的报复，可他们找不到任何躲藏的地方。修义的父亲看着儿子的模样，欣慰地笑了。他很开心，修义能变得成熟有担当。看着一直跟自己犯险的兄弟们，波切尔退让了。他无条件把手里的证据和5号化合物交给了苏珊，只求 CIA 保住他们。苏珊答应了下来。这下波切尔再也没有对抗沃特的把柄了。安妮打来了电话，希望修义能给一个解释。为了不连累心爱的女人，修义冒着被祖国人干掉的风险跑了出来。第一件事就是承认了自己干掉了透明人。只是关于利用这件事，修义没有回答。安妮想带着修义去自首，这样的话总比被弃人组抓起来强啊。迫于无奈，修义说出了5号化合物的事。他一直不忍打击安妮，成为超级英雄是安妮的梦想，但现在来看的话只是个笑话。随后波切尔一枪击退了安妮，留给了修义逃跑的时间。安妮虽然毫发无损，但心里的打击无法想象。祖国人赶到了马德琳的办公室，波切尔的复仇让他回想起了贝加这个人，自己从来没有下过杀手，既然不是自己，那就肯定跟马德琳有关。可马德琳死都不承认，脸上写满了无辜，可他的心跳逃不过祖国人的耳朵。马德琳在说谎。祖国人飞到了沃格鲍姆的家，正是他当年培育了祖国人，一如父亲般的存在，也只有他会去叫祖国人的本名约翰。祖国人没有让沃格鲍姆引以为傲，反之成为了他最成功也最失败的作品，所以不想跟祖国人有多余的瓜葛。博士清楚祖国人来的目的，也愿意实话实说。当年祖国人性侵贝加后，贝加居然奇迹般的怀孕了。要知道，超人类是无法孕育后代的，贝加和祖国人的孩子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天生的超能力。孩子成长的速度超出了自然法则，所以马德琳找到了博士，希望能妥善解决。这个超级婴儿就是自己钻出了贝加的肚子，导致贝加在分娩的现场失血过多死亡，新出生的婴儿也被这大量的血液淹死了。马德琳为了保护祖国人这个赚钱机器，隐瞒了真相。博士之所以告诉他真相，是为了道歉。没有母亲陪伴长大的实验对象会变得暴力、记仇，充满攻击性，这就是祖国人现在的状态。他后悔自己培育了祖国人，所以道歉。原本约翰是可以像一个普通孩子一样被父母疼爱长大。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，深海定居在了这里，环境和待遇远不如奇人塔，每天的开销只有75美元，自己买菜自己做饭。深海带着不多的工资到超市采购，这推车的轮子太绅士了。在海鲜摊上，龙虾兄弟让他救自己一命，深海转手就斥巨资买下了他，结果营业员抬手就是一刀。深海又从水族馆偷出了一条海豚，想把它送回大海，豚子当然就要以身相许啊。然而也许七人族并不需要深海，这个剧没你没灵魂。经过一系列流程，苏珊终于传唤了马德琳。5号化合物已经是实锤了，否认没有用。CIA 和 FBI 只有一个要求，沃特集团永不加入国防部，否则会曝光一些，到时候沃特集团就会土崩瓦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他们派出抓捕恐怖分子的海豹突击队遇到了麻烦，头戴监视器拍下了诡异的一面。一个男人浑身冒着光走了出来，随后一声巨响，海豹突击队团灭，而这个男人却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。显然这是一个超人类恐怖分子。于是政府派了另一队人前去围剿，还没来得及行动，祖国人就赶到了现场，他要出手来解决此事。士兵们根本不敢言语，祖国人横扫了恐怖分子的据点，真就动眼不动手，里面的人不论善恶全部惨死。祖国人享受这种杀戮的感觉。完事后，他拿出了5号化合物，声称这是恐怖分子仿造的。而这些超人类恐怖分子是怎么来的，没人知道。但这一切，马德琳已经不想去管了，天上掉馅饼接住就好。这场战争只有沃特能解决，政府选择隐瞒了5号化合物，苏珊也无能为力。超人类恐怖分子可不是小事儿，凡人族找到了各种关系，也没能挽回局势。现在沃特集团已经赢了，而且因为协议的关系，凡人组成员全部都变成了通缉犯。他们果然还是斗不过对方，波切尔等人只能四处逃命。为了能够脱离孤立无援的状态，波切尔拉着修义找到了马洛里。这个女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，后代的死亡让她失去了斗志。可凡人组的起源往上追，创始人就是马洛里，他有着推卸不了的责任。这件由他开始的事儿，要由波切尔结束。马洛里说出了一个让波切尔再熟悉不过的名字：马德琳。祖国人和马德琳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只要抓住马德琳，就能问出祖国人的弱点。马洛里告诉他们，复仇并不能通往荣耀之路，而是进入死胡同的单程票，继续下去只会牺牲。此时小队成员躲藏在汽车旅馆，敏锐的喜美子感知到了危险，下一秒就有人闯了进来。为了保住喜美子，法兰奇和母乳陷入了昏迷，可惜最终他们3个谁都没有逃掉。回去的路上，波切尔根本没有停车，修也还纳闷为何窗户是新的，路面有划痕，
旅馆门口还停着一辆黑色面包车，种种迹象表明伙计们出事了，只剩他们2个。休伊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而布切尔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救人，他现在眼里只有一个人，马德琳，只有抓住他才能反击。得知布切尔的计划里没有营救，休伊失望了，自己真是愚蠢透顶，才会相信这个无情的混蛋。休伊选择退出，果然和马洛里说的那样，复仇只会带来鲜血。休伊在教堂找到了安妮，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救回同伴，这次依旧是冒着生命危险。休伊说出了超人类恐怖分子的真相，这都是沃特集团一手策划的。他知道安妮的梦想是做一名真正的英雄，而现在机会来了，可安妮在气头上根本不想帮忙。另一边，火车头的伤势逐渐有了好转，以他的速度恢复断裂的腿用不了多久，可现在他有了更大的麻烦，长期注射5号化合物维持速度，为他的身体带来了负担。现在火车头只要快速奔跑，心脏就会负荷，严重的话可能会丢了性命。火车头不想失去自己在7人组的地位，便再次注射药物恢复了伤口。对于他这种行为，一直无条件支持的哥哥也放弃了治疗。今晚沃特集团举行了庆功宴，因为之前的事儿，他们与国防部达成了协议，可以说正式把超级英雄投入到了战斗，而且国防部每年要支付超过400亿美元的租赁费。沃特集团顶头老大艾德加非常高兴，他非常满意马德琳的工作，决定提拔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。这把马德琳乐坏了，他也庆幸这个超人类恐怖分子的出现，这不是刚好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吗？这时祖国人走了过来，马德琳先是为贝加的事道了歉，随后祖国人一句话直接惊呆了他，超人类恐怖分子是祖国人一手策划的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。他派火车头奔波世界各地运输5号化合物，哪怕1000个人只有1个人成功，那也是成功了。陆陆续续会有很多超人类恐怖分子，到时候沃特就可以垄断战争，这就是祖国人的计划。马德琳听完后直接拉着祖国人回屋歪比巴布，好好奖励了一下自己的孩子。几秒钟后，2个人靠在了沙发上，马德琳把自己升职的事情告诉了祖国人。祖国人不在乎他升不升职，只在乎他能不能管着自己。既然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祖国人就希望互相之间不再有秘密。马德琳很遗憾贝加流产，可他不知道祖国人在沃格鲍姆那里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。宴会上有不少军官，安妮的任务就是对他们献媚，而且穿的是新战衣，这让他打心底恶心。梅芙主动找到了他，曾几何时他也像安妮一样想成为真正的英雄，可他不停地妥协退让，直到现在地位都被安妮夺去了。梅芙并不生气，他们之中总要有一个人要去做正义凛然的讨厌鬼，梅芙希望这个人是安妮。夜里，休伊独自一个人前往了旅馆，他知道自己必会被抓，但他依旧选择这么做。果然，他被带进了母乳他们所在的小黑屋。当伙计们得知休伊是自愿这么做的时候，当场把他视为异父异母亲兄弟。不得不说，他这么做很愚蠢，但是很够兄弟。休伊把金属丝藏在了口腔上，而且没有被搜出来。只要有家伙，法兰奇就能撬开任何锁。On 3, 1 to 3. Okay, we'll have you count down. Yes, good job, Huey. 越狱计划很成功，他们打晕了看守，捡起了步枪，一路找到了昏迷的西梅斯。法兰奇慌神间受了伤，3个人四面楚歌。曾一度挤兑法兰奇、欺负法兰奇的母乳，突然冲向了病房，把自己兄弟最在乎的人救了出来。就连从未拿过枪的休伊都挺身而出，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当下的困境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金光爆闪，安妮还是来了。You came. Like you said, I'm a fucking superhero. 只是没等他们逃出去，火车头碰巧路过，撞了个正着。休伊选择跟安妮断后，让伙计们先行撤退。火车头的状态极其不稳定，休伊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是跟安妮同生共死，一股西部牛仔对决的即视感。火车头拥有绝对的优势，那就是速度，安妮根本不是对手。每当看到休伊，火车头就会想起魔爪女，悲痛的情绪又给心脏负担。最终火车头不战而败，现在有个机会能杀死对方，给洛宾复仇，但休伊选择留下来救火车头，这是他的善良。与此同时，马德琳回到家中，遇到了不速之客，正是布切尔。他虽然人狠了点，但却没有伤及马德琳的孩子。布切尔让他打电话叫来祖国人，在绑好炸药后，祖国人也赶到了。布切尔手里的是压力遥控器，一旦自己遇到危险，马德琳就会跟着一起升天。祖国人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他抱着马德琳的孩子走进了客厅。事实上，祖国人这趟来稳的一批8年前贝加和祖国人歪比巴布是自愿的，是贝加主动发起了挑逗，布切尔是为了贝加的死而复仇，他也心知伤不到祖国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之前马德琳说漏了嘴，称贝加是流产，祖国人2次登门找到沃格鲍姆，问出了究极真相，这违背了马德琳不再有秘密的誓言。往日的他像是在掌控一切，
对每个超级英雄发号施令，但心里最深处他恐惧祖国人。祖国人当着波切尔的面用激光射死了马德琳，这样一来自己便没有弱点。见状，波切尔松了手，爆炸带走了马德琳和孩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波切尔缓缓睁开了眼睛。祖国人没有让他死，而是带他来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有着适合居住的环境，还有波切尔最爱的人贝加。可这一切现在都是祖国人的，就连儿子也是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